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好，今天是2026年的1月8号，今天是星期几啊？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3集的词汇。好，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也要订阅老师的频道。那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支持老师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3集的词汇。上一次教到了火这个字，今天要把它最后的 Part 3教完哦。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放在跟火有关的成语上面啊。那跟火有关的成语非常的多，那我们来学习几个最常用的成语。好，那么欢迎大家，我看到了艾云、Halloween， 还有 Alexander， 还有裴静。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Hello， 秀珍。好，火，机器。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跟火有关的成语，还有今天这个词汇叫机器哦。Hello Sicom， 欢迎 Charles。好，火，你们都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字就是 fire。Hello 春娇 ，Hello 雅玲。好，火是一种会燃烧或发出热的能量。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放在跟火有关的成语上面。我们看第一个句子，发现孩子说谎。Hello Delia， 发现孩子说谎，爸爸火冒三丈。好，发现，好，你发现就是 discover or find out， 发现孩子说谎。好，说谎就是说谎话，你没有说实话，说谎 tell a lie。好，爸爸火冒三丈。什么叫火冒三丈？这里的火就是你很生气的意思，有时候你生气好像有火在烧的感觉啊，所以火冒三丈这个成语呢，指的是你非常非常的生气，好像火一样烧得很高很高的感觉啊。好，火冒三丈比喻一个人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生气。好 ，OK。对，火冒三丈记起来啊。Hello 月莹。好，那么跟火有关的词汇或成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火速。火速，火速就是快速，像火一样快速。Hello 慧君。那么表示呢，有一件很紧急的事情，你必须要赶快的处理，或者你要很快的赶到一个地方，那么你就会用火速，就是很快的完成一件事情，或很快的要到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用火速。比如说火速赶到公司，可能老板有急事要找你，你要火速的赶到公司。一般来讲火速是当一个副词使用，后面可以加上动词，火速赶到火速。好，第二个，火烧眉毛。好，各位同学，如果有人用打火机烧你的眉毛，什么意思呢？表示呢，这件事情太紧急了，你必须马上处理。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马上处理，这件事情非常的 urgent， 所以你一定要马上处理这件事啊，火烧眉毛了，一定要赶快解决。那还可以这样说，除了说火烧眉毛之外，你还可以说火烧屁股。屁股就是你的 butt， 你的 hips。火烧屁股了，这个事情很急，赶快处理，赶快解决。火烧屁股也可以，看你要烧眉毛还是要烧屁股都可以啊。火烧眉毛，火烧屁股，比喻事情必须赶快处理，事情非常的紧急。好 ，OK， 都可以用啊。好，那什么叫火爆？火爆一般指的是一个人的个性 personality 非常的容易生气，没有耐心，火爆，很容易发脾气 hot tempered quick tempered。 如果你是一个火爆的人，那么你遇到事情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生气，
而且没有什么耐心，火爆的人，通常有一些男生个性比较急，容易生气，那他是一个火爆的人，火爆好，火爆指的是个性，那火爆呢当做形容词来用当做形容词来用。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暴躁，暴躁也可以暴躁也可以的好，没问题，你可以说他的个性很暴躁，他的个性很火爆，都可以。好，我们看一下第一题，答案是你们都写出来了答对了，他的脾气就是你的 temper 脾气他的脾气很，答对了，火爆，你们都把答案写出来了真让人受不了。好，什么叫受不了？ You cannot endure, you cannot stand it。 好，受不了表示你没有办法忍受一个人你不想接近他，他很讨厌，他的个性说话的方式你很不喜欢。受不了表示你不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忍不了了， you can bear it 好，他的脾气很火爆，答对了，真让人受不了 really 真让人受不了。好，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话很无聊，或者呢他一点都不幽默，或者你其实并不喜欢这个人，跟他说话你觉得你跟他无话可说，跟他说话真让人受不了，跟他在一起真让人受不了。有时候你跟你的老公相处了这么多年，你的老公有很多坏习惯，所以呢跟老公相处真让人受不了。老公会放屁，老公的脚好臭，老公会抽烟我老公真让人受不了。那有些人呢，他的老婆也是一样，有很多坏习惯，喜欢唠叨，喜欢买东西，我的老婆真让人受不了， I can't stand her I can't endure her。 好，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词汇记起来真让人受不了。好，我们看下面的句子接到民众的电话，警察什么赶到现场。好，接到电话receive a call got a call， 接到民众的电话，民众就是 citizen民众就是 citizen。 好，接到民众的电话，警察 police， 警察什么赶到，赶到就是你去赶快的到一个地方好，现场就是 the place the spot现场。好，这题很简单，对不对？老师刚刚说过了，这里面有一个是副词，通常可以用来修饰动词，可以放在动词前面谢谢你 Solace， 谢谢你支持老师答对了，我们又选火速，就是 immediately， 很快很快的速度，像火一样，有时候火燃烧的很快，对不对？你像火一样赶快的到现场，到那个地方答对了，接到民众的电话，警察火速，这里是一个副词一个 adverb， 火速赶到现场。好，所以我们一般火速后面会加上赶到，再加上一个地方，火速赶到理查老师家，理查老师家有好多好吃的披萨，你听到之后火速赶到理查老师家，因为你想吃披萨好 OK， 火速一般会接上赶到某一个地方Hello 林子，火速赶快不行，我们说火速赶到，火速赶到某一个地方好，那所以各位同学请你们记得火速一般它的这个常用搭配是火速赶到某地某地好，仆从跟奴隶，奴隶的地位更低下，奴隶 slave 那仆从呢就是服侍你的人，他未必像奴隶这么的低下。奴隶的话你要他去死他也可以去死，他就是你的就是 slave， 他一定要听命于你仆从的话还好，可能他服侍你，但是他的地位没有像奴隶那么低好，我们往下看。好，已经什么了？你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这里的答案是什么呢？
已经什么了 ？It's already 吧吧吧，你还一副。好，老师这里为什么用一副啊？这个副是一个量词，后面可以加上什么什么的样子，一副开心的样子，一副 adjective 的样子，所以这个副是样子的量词，一副什么什么的样子，好像一副什么什么的表情那种感觉。好 facial expression。 好，一副开心的样子 like a happy expression 那种感觉。若无其事是什么意思？好像没事，没有事情发生，不光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like you pretend nothing happened. You pretend nothing happened, but actually something happened. OK， 好，若无其事就是假装没有事情发生啊，没事没事 ，It's OK， 没事那种感觉啊。好，那其实是应该发生的很重要的事情才对啊。好，哇，你们好聪明哦，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件事情非常的紧急。什么叫火烧眉毛？非常的紧急 ，very urgent。已经火烧眉毛了，已经火烧屁股了，你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赶快解决问题，赶快处理这个问题吧。好，所以这题的答案是火烧眉毛。好，你也可以说火烧屁股，两个都可以啊，表示事情已经快来不及了，你赶快处理吧，这件事情非常的紧急啊。好，希望你们记得这些表达很重要哦，把它记起来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接下来这个成语啊，老师想要教你们的是火上加油。火上加油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火上面再浇油上去的话，这个火一定会烧得更旺更烈，对不对？所以火上加油的意思就是你让一个争吵或让一个状况变得更加激烈比如说他很生气了，你还说更多的话来气他，他当然会更生气。你在火上加油，他已经气了，很生气，气死了，结果你还说他，你这个笨蛋，你这个傻瓜，他当然会更生气。那这个人在火上加油。或者一件事情已经很糟糕很麻烦了，结果还有人不好好处理，不好好解决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那这个人也是火上加油，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严重事态越来越严重对，好像你把油加在火上面那种感觉，火上加油好，我们看句子。他已经很生气了，只是说火上加油，你这样。好，他已经很生气了，你这样说只是火上加油，答对了。好，你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不好听的话，那他已经很生气了，听完你的话，他一定更生气，对不对？所以你在火上加油啊，他已经很生气了。你这样说只是火上加油，让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收拾好，我觉得在很多语言里面都有这样的一句话，英文也有，中文也有，可能在你们的语言里面也有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个表达，一个成语，对不对你们国家的语言一定也有这个表达，这种表达，对不对日文也有林子，对雅玲说这个印地语也有，对不对好 Hello 宋平。好，我们再往下看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请老师喝咖啡。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个词汇，叫机器。机器，什么叫做机器呢？机器就是由零件 parts 零件组成的东西，可运转，它会运转，它会 working， 它会 function operate
运转可以翻译成 operate、function、working 都可以。那什么叫装置？装置就像英文的 device， 所以机器是一种装置，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parts 零件组成的take to like assemble together 那种感觉组成可运转，它会 function 的它会 operate 的一个装置可运转的装置。所以我们知道在工厂里面啦有很多机器，对不对机器像车子也是机器机器可能已经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东西了，像车子啦、飞机也是一种机器，对不对还有像老师面前的这个麦克风，其实它也是一种机器，它是一种装置，它是由零件组成的，它也可以运转老师说话，它可以把老师的声音放大，所以它会运转它有功能，它可以运转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手机很好，手机也是一种机器，对不对手机也是一种机器，火车啦电脑啦，它们都算是一种机器，它们都是由零件组成的好，我们看一下句子，这台机器坏了，应该是齿轮掉了洗衣机也是机器，很好乔马。好，我们这边特别注意机器的量词是台，一台机器、两台机器所以我们这个量词比较特别，把它记起来。这台机器坏了，好，就是不能够运转了。坏了表示东西坏了，表示可能是食物坏了，那可能是 rotten，get rotten， 食物坏了你就不能吃了东西坏了你就不能用了所以机器坏了它是 out of order broken， 应该是表示一种推测。什么时候用应该是呢？就是你要表达一种 assumption， 你要推测可能是这样吧， it may be， it's possible that， 应该是在中文里很常用，就是你在猜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是这个状况，你不确定，你可能只有 60% 的确定事情是这样子的，你就可以用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小明今天怎么没有来学校应该是生病了，你不确定，你推测，你猜测可能是这个原因小明应该是生病了，所以他没有来上课，所以表达一种推测的语气很重要设备跟机器不太一样，设备强调的呢是 equipment， 设备比较像英文的 equipment 不一样，机器是 machine， 对不对？在英文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好，齿轮这个词汇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把它学起来，因为你们在教科书上是学不到这个词汇的gear， 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齿轮，像我们的手表里面有很多齿轮，有一些机器里面也会有齿轮，有大齿轮，有小齿轮，齿轮可以让机器运转所以这个东西gear 叫齿轮这个要会齿是牙齿，有没有觉得齿轮的形状好像你的牙齿一样？中文叫齿轮，就是 tooth wheel， 很有趣，把它记起来 tooth wheel 好，所以呢这个中文叫齿轮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学过这个词汇，我觉得应该没有，把它记起来齿轮。好，我们往下看机器跟机械有什么不同呢？有，自行车也有齿轮，对的，自行车也有齿轮好，那电视也是机器，没有错好，那各位同学，机器一般指的是单一的那种机器比如说这是一台机器，那是一台机器。机械呢，它是一种总称就是一个机器跟设备的总称就像英文的 machinery这个叫 machine， 这个叫 machinery， 一般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机械一般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你大学你学的专业可能会有机械这样的词汇。机器像我们常常听到英文说 robot，
机器人，我们中文会说机器人，我们不说机械人 ，no， 我们说机器人所以机器一般是一台一台的那种东西，机械一般是比较abstract， 比较算是 as a whole 这种总称类的东西好，然后机械也可以当作形容词mechanical， 这个常常会跟化一起用，我们中文会说机械化。理查老师现在的动作很机械化，我现在说话的方式很机械化。I talk like a robot. OK， 所以机械化指的是你的动作 your movement， 你的动作，你的 behavior， 你的行为可能很像机器人，那很机械化，对不对？或者我说话的方式我现在是机器人，你说话的方式好像一个 robot， 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你说话的方式很机械化，我们加个化好 OK， 所以特别注意机械可以当形容词，但是机器是不能够当形容词的，不可以好，所以机器跟机械它的不同在这里。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他在大学的专业是什么工程 ？Engineering 工程好，我们说 engineer 中文怎么说？会不会？工程是 engineering， 那 engineer 中文叫工程什么？工程什么？工程艾云说加酱加油，不会这样说，我们说火上加油，火上添油也可以火上加油，火上添油。Engineer 叫工程师，答对了，裴静很棒。Engineer 工程师，那这里它指的是你在大学学的专业，所以它算是一个总称 as a whole， 它是个总称，它是个 term所以我们这边一定用机械工程，不要说机器工程，机械工程。You're not talking about a single machine. You're talking about machinery, the expertise, right? So we use 机械工程好 Yeah, mechanical engineering. Very good. 好，那么我们往下看。好，哆啦 A 梦是猫型什么人？你们有没有看过日本的这个动画呀？叫哆啦 A 梦这个动画非常的有名，而且非常的有趣。我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哆啦 A 梦，对不对这个角色好，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哆啦 A 梦它并不是真的生物，对不对？它是一个什么人？而且它是 cat shape， 它是猫形，它是猫的形状的什么人？答对了，它是猫型机器人 robot。OK， 我把答案写出来了。好，哆啦 A 梦是猫型机器人。好，你们喜不喜欢看哆啦 A 梦？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哆啦 A 梦好，我们来看下一题。他的动作很什么什么化，而且面无表情。好，他的动作 movement 动作很什么化，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好像一个 robot 机器人一样，他的动作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而且面无表情，他的脸上没有，面就是你的脸面是你的脸，无是没有，表情就是 expression。 You don't have any expressions on your face。 好，这个中文有一个成语叫面无表情，面无表情。哆啦 A 梦的妹妹不是妹子妹子是 girlfriend， 妹妹 younger sister， 哆啦 A 梦的妹妹叫做多拉什么美，是不是多拉美吗？是不是？我不晓得。哆啦 A 梦的妹妹叫多拉美好，答对了，机械化，她的动作很机械化，而且面无表情，没有表情，脸上没有表情好 OK， 这个成语可以记起来。什么时候你会面无表情？可能你不想说话的时候，或者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会面无表情，或者你很无奈的时候，你会面无表情啊。好 ，OK， 我们往下看，最后一题哦，这座工厂采用什么化生产？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哦，因为现在有很多工厂，它不用人工了，它不用那个 manpower， 它用的都是机器，对不对？所以很多工厂买了很多机器，然后呢，它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它也都用机器，它不用人工，它不用人工啊。这个采用就是 adopt 啊，这个请你记起来，采用什么政策、什么方法啊？采用 adopt。好，什么化生产 produce， 这个生产就是 produce。这座工厂采用机械化生产，它用的是 like mechanical like mechanized production 。OK， 好，表示这个工厂里面都是用机器在生产他们的产品，他们用的人工是很少的啊，所以他们都是用机械有效率的在生产产品啊。答对了，这座工厂采用机械化生产。所以通过这几个例句，你们就知道机器跟机械的不同哦。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儿，希望你们喜欢。那么我们这个礼拜的课已经结束了，我们下礼拜一见。下礼拜一我们继续来学习，可以说自动化生产，可以，也可以用自动化啊，可以用自动化，可以的啊，自动化。这座工厂采用自动化生产也很好啊，也很好，可以的，没问题。好，那么我们就下礼拜一见喽，大家早点休息，晚安，拜拜。